酒吧离奇失火，没有人报警，现场疑点重重，是不慎失火，还是有人蓄意纵火？两个女人突然消失，是失踪还是被人谋害？看李昌钰从蛛丝马迹中寻找证据，找出答案。李昌钰破案系列13，酒吧离奇失火案。莫看千面平如镜，要看水底万丈深。欢迎来到启明日记，我是超人。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，美国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市一个民宅意外发生了一场枪战，8个男人朝着房子疯狂射击，房主却不认识他们，一脸懵。这帮人哪来的？为什么开枪？主人赶紧打电话报了警。随后警方赶到，与他们发生了一场枪战。事后，警方在调查此次枪击案时得知，他们是为一个名叫凯西的女人前来报仇的。最后，警方找到了凯西，并在他的指认下，这8个人全部被捕。那么，这个凯西是谁？他与这8个男人又是什么关系呢？凯西是一个单身母亲，在一家酒吧工作，而发生的这起枪击案要从她的前男友说起。她的前男友大卫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，之前一直住在凯西的家里。可2人分手以后，凯西就把前男友大卫赶了出去。可没过几天，前男友又突然回来了，当时只有17岁的凯西女儿克里提一个人在家。大卫强行进入家门，冲进凯西的卧室，抢走了凯西的手枪。克里提害怕极了，赶紧给母亲打电话。凯西得知前男友闯进家里，还抢走了自己的手枪。凯西也不是吃素的，立马就叫来了2个社会上的朋友，计划着第2天抢回手枪。而这2个社会上的朋友呢，都是在凯西工作的酒吧认识的顾客。2人呢是某机车爱好团的队员，身形都十分的健美。凯西本想让2人去吓唬前男友，把手枪要回来就得了。谁知道2人呢也都是暴脾气，到了前男友家，3言2语没谈和，双方就打了起来。前男友大卫虽然一天游手好闲，但也有2下子，几下就把前来要手枪的这2个人给打倒在地。2人就从凯西前男友家灰溜溜逃跑了。第2天，这2个人越想越觉得羞辱，又叫上了同一个机车爱好团的6个好兄弟前去报仇。一共8个人骑着摩托浩浩荡荡的就来到了凯西前男友的家，二话不说朝他的房子就开始射击。可此时这8个人并不知道，他们认错了房子，这家并不是凯西的前男友家。这房主也懵了，这帮人哪来的？为什么朝我开枪？赶紧就报了警。可就在此事发生不久后，警方接到了凯西女儿克里提的电话。她在电话中称，她的母亲凯西一夜没有回家，好像失踪了。她很担心。警方接到报警后也很担心凯西，怕汽车团的成员找她报仇。警员接着问克里提，你有没有联系你妈妈工作的酒吧？克里提说，我给酒吧的老板乔打电话了，可乔对母亲闭口不谈，竟说一些有的没的，这更让克里提觉得不对劲儿，立马就报了警。警方也马上对失踪案展开调查。警方先是拨通了酒吧老板乔的电话，却一直无人接听，只好驱车前往酒吧寻找乔。可当来到酒吧后，看到的一切让警方都愣了。酒吧又黑又暗，到处都是煤灰。原来昨晚这里发生了火灾，屋里被火烧得面目全非，这让警方觉得很可疑。凯西失踪，老板乔对凯西的行踪又吞吞吐吐说不清楚，而凯西工作的酒吧又突然起火，烧得面目全非，却没有人报警，这实在是太可疑了。此时警方发现酒吧的老板乔也联系不上了，难道他也失踪了？警方立马联系了消防员来酒吧对火灾进行检视。消防员来到现场后，发现这家酒吧是用木板搭建的，没有窗户。火灾发生后，由于没有充足的氧气，火势并不凶猛。虽然屋子烧得漆黑一片，但整家店并没有被烧毁。消防员对屋子电线、电器进行了检查，并没有发现起火原因，但却发现地上有很多的血迹。消防员判断，在酒吧着火之前，这里曾发生过打斗。随后，警方也仔细检查了被烧得漆黑的酒吧，发现了很多血迹和碎骨。那么，凯西失踪，老板乔随后也消失了，他们的相继失踪是否存在着联系呢？酒吧失火是自然还是人为纵火？现场发现的血迹和碎骨又是谁的？这一切都让凯西的失踪案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，警方不知道该从何查起，立马找到了著名的刑事鉴定专家，是有现场重建之王的李昌钰博士前往现场判案。
希望通过李博士的科学见识，找出这家酒吧失火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李博士首先拿到了火场的照片，他观察后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全都是表面烧焦，这很不正常。第二天临时调整了行程，赶往了酒吧现场。他发现酒吧的火是从地面开始燃烧的，并且在吧台处发现了多个起火点，这不符合常理。而火焰正常燃烧会留下 V 字形的痕迹，现场出现了倒 V 字形和燃烧不完全的痕迹，这都表明起火原因十分可疑。仔细检查了酒吧后，李博士判断是有人在蓄意纵火。那么纵火人是谁呢？他想要烧掉酒吧的目的又是什么？李博士随后又检视了墙壁、天花板、吧台和高脚椅，最后在一块地板上发现了蛛丝马迹。李博士发现了头发、血迹还有碎骨。最后，李博士将整块地板割了下来，带回了刑事鉴定中心，一寸一寸地检查上面可能存在的微小证据。他为每一块木板都编了号码，有些地板上出现了垂直血迹。李博士量了血点的直径，判断有人曾在站立时流过血，最后倒在了地板上。这显然是在起火前，酒吧内有人被害了。因为很多火场尸体下方都没有被烧到，最后会留下一个人形的形状，但酒吧的地板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形状。李博士判断有人在起火前将遗体拖走了。那被害人是谁呢？是失踪的凯西，还是酒吧老板乔？就在此时，李博士接到了一通警局打来的电话，提供了重要的线索。警员在电话中说，在一处公路旁的树林里发现了一具白人尸体，肩膀上有一只独角兽的纹身，刚好凯西的肩膀上也有一个独角兽的纹身。经过凯西女儿的辨认，这正是她的妈妈凯西，致命伤是头部中枪。失踪人口成了命案，此时酒吧老板乔还下落不明，那他是活着还是已经被害了呢？酒吧里的血迹是凯西的还是乔的呢？最后判定，酒吧内找到的血迹、头发和碎骨都属于凯西，也就是说，有人在酒吧内将凯西杀害了，最后拖出酒吧，想要销毁证据，就放火烧掉了酒吧，最后将凯西扔到了公路旁的树林里。那么，杀害凯西的凶手是谁呢？纵火人与凶手是否是同一人？失踪的老板娘乔又去了哪儿？他是凶手还是受害者？李博士判断，有人想要放火烧毁酒吧，那么这里一定是命案的第一现场。随后，警方找到了凯西的女儿了解情况。原来，乔和凯西是很多年的好朋友了。乔的两个女儿与克里提还是高中同学，他们两家的关系十分亲密。可自从凯西失踪后，乔也没了踪影，难不成乔也遇害了？随后，警方从乔的两个女儿处了解到，他们还有一个舅舅住在纽约市。警方按照乔女儿提供的地址来到了纽约，果然在这里看到了乔，随后把他带回了警局问话。可问任何问题，乔都说不清楚、不记得了。直到警察说凯西的尸体已经被找到了，他终于崩溃地大哭起来，向警方坦白了他知道的一切。那晚凯西中枪时，乔就在酒吧里，而射杀凯西的人，警方也十分熟悉，同样是机车爱好团的队员，名叫东尼。他之前经常犯案入狱，有很多前科，而凯西为什么会被东尼射杀呢？原因也正如警方担心的那样，机车团与凯西前男友发生的那场枪战，凯西向警方举报了机车团的成员，东尼怀恨在心。根据乔的供述，那晚大概是凌晨3点多，店里只剩下了东尼与他的女友，他俩都是乔的好朋友。乔本打算早点打烊下班，然后送他俩回家。可正当乔收拾东西准备打烊时，他听见了一声枪响，乔猛一回头，凯西已经倒在了地上。乔赶紧跑过去，大叫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东尼也开始大叫起来，都怪凯西，要不是他，我们队员也不会被抓。随后把凯西拖出了酒吧，以为放一把火就能销毁所有证据，可他偏偏遇到了李昌钰。乔供述的案发经过与李博士还原的案发经过一致。当天凯西站在吧台里面，凶手东尼掏出手枪，朝着凯西的头开了一枪，凯西瞬间倒地。东尼走到了吧台里，朝着凯西又补了2枪。而此时凯西的女儿打来电话询问母亲，东尼拿枪指着乔，乔不敢说实话。随后，东尼处理了凯西的遗体，放火毁掉了酒吧。乔向东尼保证不会报警，才保住了一命。之后，东尼躲到了郊区的房子里，乔躲到了纽约的哥哥家。
最后，警方在东尼郊区的房子里抓捕了他。警方以谋杀罪和绑架罪起诉了东尼。最后，经过长达4周的审判，陪审团一致认为东尼的谋杀罪和绑架罪名成立，被判处96年有期徒刑。This is a cold-blooded murder. What had happened, each step, trace evidence, was able to link those dots together, speak for the victim, and provide us with a picture.